蓝若若有点郁闷的道：“我和战维才确定了恋爱关系，总要好好的约约会的，不想太快结婚。”顿了顿，他又说道：“最快也要放年假的时候吧，让我就这2个月嫁人，我是不想的。要不是自己过了年就30岁，父母以及爷爷着急得很。蓝若若还想和战维恋爱2年再结婚呢。你爷爷的意思是你们能年前结婚就行，那就早点挑个好日子。妈，这也太急了吧，我连战家都没有去过，连战维的父母也没有见过，就要挑日子了，你们是有多迫不及待的想将我嫁出去？”蓝太太笑道：“如果是嫁给别人，爸妈可能还想留一留你，但是嫁给战维吧，爸妈还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将你嫁过去。爱慕战维的女人挺多的，恋爱时间了，最初的激情没有了，难保会生变。虽然蓝太太相信战维不会变心，不过她还是这样劝说女儿，让女儿有点危机感。妈，如果他会变心，就算我嫁给他了，他一样会变心的，不变心就不变心，与早结婚和迟结婚无关。”蓝若若坚持地道：“总要让我和他谈谈恋爱，让我去过他家里，见过他的父母，得到了他家长辈的认可，然后2家长辈再坐一起吃饭，聊聊天啥的，相互了解一下，再慢慢的商量结婚的事都不晚，没必要那么着急，搞得我上赶着要嫁给战维似的。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只要我愿意嫁，多的是男人想娶我。最重要的一点，战维还没有向他求婚呢，岂能这么快就商量婚事？”蓝太太笑道：“好吧，是有点急了，那就年底结婚吧，半年时间也够你们约会的了。战维陪着你出差，这10天里你们住在一起。打住，妈，我和他只是同住在一家酒店，并不是住在一起。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和战维同居了一样。妈，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这样说不怕别人误会你的女儿，毁了你女儿的名声吗？都不知道你们着急什么。战维是我的就是我的，他也跑不了。真有人能抢走他，那就代表他不是我的真爱，真爱是抢不走的。”蓝若若继续说道：“妈，我现在已经在恋爱了，你们就不用再操心我的人生大事。到我想结婚时，我自会和爸妈说的。这人生大事他是自己做主，但也会让家里长辈知道。好吧，妈听你的，不过你爷爷那里，你去说一说，主要是他老人家心急想抱外曾孙了。”蓝若若撇撇嘴，他知道爷爷最着急他兄妹俩的婚事，他兄妹俩不结婚，底下的那些到了适婚年龄的堂弟妹们也不结婚。随着他快30岁，不仅爷爷和父母着急了，就连他的叔叔婶婶姑姑们都开始催他，因为他的堂弟妹有好几个跟他是只差了1、2岁的，年纪也不算小的了。很多人在他这般年纪时，孩子都生了2个。知道了，明天再叫战维过来吃饭吧。”蓝太太说道。蓝若若问：“家里有什么好事儿吗？请你叔叔婶婶姑姑们都过来吃顿饭，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就当是聚餐了，也好久没有一大家人聚过餐。”蓝太太想向家里人炫耀一下她的准女婿，她夫妻俩对孩子的关注度是不过，但随着儿女的年纪渐大，还未婚，他夫妻俩外出交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他儿女的婚事，有些人当面问了之后，背后还会说他一双儿女的眼高于顶，30出头还不结婚，说他女儿那么能干有什么用，还不是嫁不出去。周围很多千金早早就相中了谁家的少爷，然后让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培养成青梅竹马，在20几岁的时候就结婚。人家婚后生了孩子，依旧可以帮着家族打理生意，不像蓝若若兄妹俩只会赚钱，做生意不懂得恋爱。蓝太太听得多了，心里是盼着女儿能嫁一个极好的男人，儿子娶个好老婆，让别人羡慕嫉妒去吧。若若，你和战维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上流社会有什么活动，
你都带着战维参加，气死那些嘴碎的。蓝若若，妈，哪个嘴碎的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了？就是你也别问了，反正你和战维在一起，绝对是打脸所有人。我的女儿要嫁就嫁个最好的男人，他们还不知道战维的原生家庭，等他们知道了，呵呵，我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在我面前炫耀他们的女婿家里是多少亿的豪门。蓝太太认识的那些太太的女儿，嫁得最好的婆家是100亿豪门，比不得战家。战家可是1000亿豪门，而且战家是响当当的。那郝家风出了名，并不仅仅是在管城出名，最主要的是战维个人十分的优秀。杨太就是战维能干的代表，他严重怀疑母亲盼着他结婚，是在外面受了别人的嘲笑，等着打脸别人。以他们蓝家在阳城的地位，按理说没有人敢嘲笑他妈妈的呀。他妈妈以前跟着他爸打理公司应酬，练出来的口才厉害着呢。蓝若若不认为阳城有哪位太太能对得过他妈妈的。母女俩逛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屋里去。略坐片刻后，蓝若若催着战维回去休息，她实在是眼红家里人对战维的好。看看时间后，也是该回去了。战维向蓝家长辈告辞，由蓝若若送他出屋。阿姨和你说了什么？你和阿姨散步回来有点不对劲。战维留意到蓝若若的情绪，在屋里那么多人在，他不好问。现在就只有2个人，战维不问清楚，回去后都睡不着。蓝若若有点无奈的道：就是我妈妈唠唠叨叨了1个多小时，都是花式夸你，夸得我这个亲闺女都眼红了。战维笑，做父母的是这样的，等你去我家里见到我的父母长辈后，你就知道都是一个样子。我家里长辈也会花式的夸赞你，然后拼命的踩我，还会万分的感谢你，感谢你爱我，让他们终于可以将我扫地出门了，不用留在家里看着碍眼。蓝若若扑哧的笑，若若，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回去见我爸妈。还有奶奶，我奶奶早就想见见你本人了。蓝若若想说，战老太太又不认识，想到海童来过，回去肯定会跟老太太提起他，她便换了个意思，说道：最近肯定没空，刚出差回来，得忙一阵子，可能暑假过后吧，或者国庆假期，我跟你回去见见家长。国庆假期2家公司都是会放几天假的，以往蓝若若几乎都是参加家族聚会，要不就是独自去旅行。今年她想去游山庄见家长。战维笑着，好，那我们就国庆假再回去。不过国庆假回去，你能见到的小孩子可能只有几个。现在放暑假过去的话，我的那些侄儿女你都能见到，我的兄嫂们你也能见到。这个时候我家里人是最齐的，过了暑假就要等过年才能回得这么齐，国庆假或者中秋都回不齐，有些要去旅游，有些和朋友聚会。蓝若若想了想后说道：那就下周吧，我下周挤几天时间跟你回去见见家长。我对你家的人特别感兴趣，你应该感兴趣的人是我。蓝若若失笑，那是你的家人，你还吃你家人的飞醋呀。他安排司机送战维回去，回去后好好睡一觉，明天要上班了。战维眼神灼热地看着他，若若，我就要回去了，你没点表示吗？蓝若若脸一红，低声说道：司机在等着呢，我们已经是恋人，恋人亲密点很正常，不怕人家看到。要不我亲你？蓝若若好笑的道：不都一样的吗？战维拉住她的手，将她拉入怀里，一手搂住她的腰肢，一手定住她的头，温柔而深情地吻上她的红唇。司机赶紧别开了脸，他什么都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一吻之后，战维低低地说道：若若，我爱你，真想快点娶你回家。蓝若若脸泛红云，推开了他，说道：快回去休息，
到家了，给我发个信息。战维不舍得摸了摸她的唇瓣，若若，你没有说爱我。爱是不必挂在嘴边的，我希望你能将爱挂在嘴边，每天都跟我说几次。我愿意每天跟你说100遍的我爱你。蓝若若轻捏他一下，拉他到车子前，拉开了车门，将他往车上塞去。那你就每天跟我说100遍你爱我吧。蓝若若又吩咐司机开车慢一点。司机说道，大小姐放心，我会将战总安全送到家的。他们这些人给豪门贵族开车，都开得很稳的，车技不行，人不沉稳，都应聘不上。蓝若若目送着司机载着战维离去，直到看不见车子了，他才往回走。转身走了几步，就发现他的父母兄长还有爷爷都在屋门口偷看。刚才他和战维亲吻的场景，想必都被家里人偷看去了。蓝若若有点尴尬，不过想到他和战维确定了恋爱关系，家里人都把战维当成女婿看待了，他和战维做点情人会做的亲昵动作很正常，家里人看到了只会高兴。哎呀，好晚了，我要上楼休息。我也要回房了。爷爷，你年纪大了，我扶你回房。一家人都不好意思地扭身回屋里去，又各自散开。蓝若若失笑不已，又感到很幸福。父母以前忙于工作，是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忽略了他和哥哥，但现在已经尽力在弥补兄妹俩。其实爸妈也是很疼爱他和哥哥的，亲生的吗？蓝若若的行李箱早被哥哥帮他搬上楼了，战维的行李箱居然也还在这里，他都忘记带走了。蓝若若走过去，放下了战维的行李箱，打开行李箱，除了2套他的换洗衣服以及一些日常用品，他买回来的那些礼物都送出去了，还有给他叔叔婶婶的礼物还没有送出去，不过也从他的行李箱里拿了出来，拜托他爸妈明天帮他送过去。他是将他以及他的家人都装在心里，被人重视，被人宠着的感觉真好。000，蓝若若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战维，掏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竟然是张成。要不是张成打电话过来，蓝若若都要忘记这个人了。没办法，如今他满心满眼都是战维。蓝若若起身走到沙发前坐下，才接听张成的电话。张少，这么晚了，打电话给我有事？很晚了吗？都还不到10点呢。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凌晨过后就很晚了。你出差回来了吗？今天刚回来，怎么了？有什么好生意我的？蓝若若打趣地问他。张成说道，你们蓝氏如日中天，我还想问问你有什么好生意一下我张氏的呢？若若，你和战维在一起，我就惨了。怎么个惨法？咱俩当初为什么相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被我家里长辈骂死了，特别是我爷爷。当初让我们俩相亲的就是咱们的爷爷呀。我爷爷骂我没鬼用，说我守不住你，居然让战维将你抢走了，这能怪我吗？你的心都不在我身上，我唯有成全。但凡你对我有点感觉，我都会和战维争一争的。蓝若若说他张成别扯那些，说重点。重点就是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让我应付一下家里长辈，堵住他们的嘴，否则我真要被骂死了。长辈骂他，快到嘴的鸭子都被别人吃了，也太没用了。第一次相亲没有结果，隔了几个月，蓝若若主动联系他，家里长辈以为2人还是有戏的，结果呢，他和蓝若若一起出席宴会，蓝若若喝醉了酒，都被战维抢走。如今蓝若若选择了战维，他年纪比战维还大一点，依旧是个单身狗。爷爷骂他完全是将蓝若若拱手让给了战维，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张成解释了多少次，说蓝若若真正爱的人是战维，不是他，他挣扎也没有用。为了2家能友好下去，他选择成人之美，多好呀。爷爷却不管这些，反正心情不好就骂他。
蓝若若笑道：“我哪有女朋友介绍给你啊？咱们认识的那些千金小姐，人家都是名花有主的了。像你我这样年纪的，大部分都嫁了人生了娃，没有嫁的也有男朋友，我岂能拆散人家介绍给你？要是演戏的，你可以自己找个女孩子陪着你演戏。”张成说道：“万一对方假戏真做了呢？那就结婚呗。你找人陪你演戏的时候，先摸清楚对方的人品底细，只要人品好的，以后假戏真做也没什么。”张成是这样的了，你看我还单着时，我爷爷那个着急呀。现在他和占为恋爱了，家里人又催着他赶紧和占为结婚。总之他还没有生娃，家里长辈都会催的，婚后就会催生。蓝若若想，以后他有了孩子，孩子长大后，他会不会也像父母那样？你们俩什么时候请喝喜酒？跟占为说一声，我要当伴郎，沾沾你们俩的喜气，好早日结束单身。行，等我和他结婚时，一定请你当伴郎，我的伴娘还没有想好请谁呢。蓝若若倒是有几个私交不错的朋友，只是人家都已婚，不方便再给她当伴娘。实在找不到伴娘的话，她就花钱请几个职业伴娘了，或者在公司里请几个女职员给她当伴娘也是可以的。张成打这一通电话，主要是向蓝若若吐槽家里长辈的，表示他成全了蓝若若和占为，挨了不少的骂，暗示蓝若若要记他这个情，以后有合适的项目，请优先考虑一下张氏。蓝若若也是心知肚明，张成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他若不是爱上了占为，就会考虑和张成培养感情。结束通话后，蓝若若也不急着上楼，她拿了遥控器开了电视，就是不知道看什么电视。她换了一遍台后，发现没有自己能看进去的电视，便关掉了。略作片刻后，最终是上楼去。占为的行李箱他留在1楼的大厅，明天出门上班，他再给占为送过去。等他洗了个热水澡出来，占为就给他发信息，说他回到了他的家，然后又是一条条甜言蜜语的信息。他还发了很多语音信息，都说他爱他。这么快就开始表现了，真要做到每天都跟他说100遍爱他，蓝若若想笑，又甜丝丝的。这或许就是恋爱的滋味呢，甜蜜蜜。刚分开就想着对方了，给蓝若若发了100遍的我爱你后，占为才打电话给自家母亲。占二太太很快接听他的电话，怎么这个点给妈打电话？老七，你没什么事吧？二太太问道，话里藏着紧张及关心。不管是谁，都很怕深更半夜接到家人的电话，就怕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妈，我能有什么事？哦，也是有事，有事要提前跟妈说一声。什么事？二太太好奇不已。她的3个儿子都独立得很，遇事都是找大侄儿，不会找她这个妈妈。下周我带若若回去跟你们正式见面。闻言，二太太开心的笑，要见家长了吗？小子，这个消息妈喜欢听，哈哈。妈的责任就要完成了，只要你结了婚，妈就没有什么好愁的了。老七是他最小的儿子，虽说老八和老九还单着，那是他的侄儿了，不是他亲生的。要愁老八和老九的人是他的妯娌占家三太太。若若本来想国庆假再跟我回去的，我跟他说现在我们家里人最齐，孩子们也都在，若若很喜欢小孩子，他就改时间了。二太太笑道，改得好，改得好，国庆假你们未必会回来，还是现在人最齐，带他回来，大家都能见一见，认识认识，也好让准儿媳妇和那些侄媳妇熟悉熟悉。若若的爸妈来过咱们家，在我们家住了2天，你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他们对你如何？妈，你放心吧，你儿子这么优秀，都不知道多少父母想我成为他们的女婿呢。兰叔和阿姨都很喜欢我，兰爷爷也是。二太太又笑，也是，我的儿子这么优秀，
他们兰家没理由看不上的。若若也很优秀，妈可喜欢她了，就盼着能见她真人一面。你不带她回来见家长，妈和你爸都准备去阳城住上一段时间，冲着小儿媳妇去的。妈，你到时候准备一下就行，给若若的见面礼要厚一点。二太太说道，这个你放心，你两个嫂子第一次见家长，我给了多厚的见面礼，若若过来，我也给一样的见面礼。三个儿媳妇我一样对待，不偏不倚，都是她的儿媳妇，她都当成女儿来疼着爱着。她积攒的昂贵珠宝就是给儿媳妇们攒着的，要是有孙女儿，大头就给孙女儿。目前来看，二太太觉得自己没有抱孙女儿的命，好在有个侄孙女儿，贝贝多可爱啊，她可疼贝贝了，占家人都疼贝贝。明天一早，妈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奶奶去。你放心吧，不管你什么时候带若若回来，我们做长辈的都会提前准备好见面礼的。事实上，她早就准备好了。在次子结婚后，二太太就开始为小儿子准备老婆本，准备了好几年都还没有用上，如今总算有好消息了。我对妈还有伯娘奶奶他们都很放心的。战伟也知道，哪怕他没有提前打电话回家，只要兰若若登门拜访，家里长辈都不会失礼的。他就是架不住开心，打电话给母亲分享一下他的快乐，让母亲也开心开心。那是我们办事，你放心。上次听你大哥说你陪若若去望城出差了，回来了吗？战维嗯了一声，今天刚回到阳城，本来1个星期就可以回来了。我说服若若留在望城玩了3天，她一天到晚忙着生意，都没有好好放松过。她跟着过去，一是为了照顾她，二是为了让她放松放松，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赚钱。她就劳逸结合的，赚不赚钱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活得开心最重要。战七少，这是凡尔赛啊！这种话他说出来会被人骂死的。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就拥有不菲的财富，对钱自然就没有那么看重。接管杨泰都是为了证明他的能力。